大家好，红茶作为六大茶类的一种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特别是现在秋冬天天气冷了，许多人会选择喝红茶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红茶的5个问题。第一，红茶的发酵到底指什么？在国标中按照加工工艺的不同来区分6大茶类，但是在平常生活中呢，我们更习惯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分类，于是分成了不发酵的绿茶、轻发酵的白茶、黄茶、半发酵的乌龙茶、全发酵的红茶以及后发酵的黑茶。在茶叶加工范畴中，发酵的本质就是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发生的氧化反应，发酵度也就是多酚类物质被氧化的比例。在红茶发酵过程中，多酚类物质会被氧化成茶黄素、茶红素和茶褐素，从而形成红茶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。第二，红茶究竟是不是100%发酵？实际上，在红茶的发酵工艺中，常见的发酵度大概在80%到90%之间。因为即使停止红茶发酵的这一个工序，后续红茶还是会进行一个缓慢发酵。如果这个步骤发酵程度过高，容易导致后续的茶汤变酸，所以许多制茶人呢都不会冒这个风险。虽然很多书本上甚至是教材上都说红茶是全发酵茶，但其实它的发酵度是不能够达到100%的，所以我认为称它为重度发酵茶更为合适。第三，红茶是不是零刺激？秋冬季节大家都喜欢喝红茶，因为红茶相对于绿茶和白茶而言会更加的暖胃，更加适合秋冬季节饮用，这也导致许多人误以为红茶是零刺激的。但是前面也说过，红茶的发酵度是不会达到100%的，所以多酚类物质是不能被完全氧化的。而且除了未被氧化的部分多酚类物质以外，茶叶中还有一些咖啡碱，这些水溶性物质对身体的刺激依然存在，所以许多人说喝红茶养胃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。第四，有没有专门制作红茶的茶树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专门的红茶树、绿茶树、白茶树，一棵树上的鲜叶既可以制作红茶，也可以制作其他的茶类。但是不同的茶树品种有一定的适质性，比如说祁门红茶通常用祁门楚叶种来制作，而滇红呢通常使用凤庆大叶种来制作。第五，红茶怎么泡才好喝？需要在投茶量、水温、出汤速度上掌握一定的技巧。如果想要突出落水香，即香气溶于茶汤中，可以采用85度到90度左右稍低的水温，加上适当坐杯的方式进行冲泡。如果想要突出醇厚感及茶汤中内含物质的丰富度，可以采用先浸润泡，再高温冲泡立即出汤的方式。当然，红茶还可以好喝得更丰富，你可以加入牛奶和糖自制奶茶，可以搭配柠檬、糖、冰块做成冰红茶，可以加入桂花一起冲泡桂花红茶，也可以用雪梨汤冲泡雪梨红茶等等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些关于红茶的知识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觉得今天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那就请点赞转发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